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今天聊一些好消息。过去一周，中东地区从战争的边缘走回来，同时乌克兰也在一片黑暗中终于看到了几缕曙光。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了一个近1000亿美元的重磅法案，其中一半关键条款直接针对中共。我做上期节目时，正是伊朗从本土大规模向以色列发射攻击性无人机和各类导弹的时刻。这是伊朗有史以来第一次，当时全世界媒体都在紧张等待以色列被攻击后的伤亡情况。我在那期节目中就预测，以色列一定会对伊朗进行回击，而且这次伊朗和以色列的你来我往的撕扯不会升级为地区性战争。在伊朗的大规模攻击结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果然公开表态，我们一定会对伊朗的挑衅予以回击。在过去一周，世界都在不断地猜测以色列会以什么形式回击伊朗，中东会不会因此陷入地区性战争。4月18日，大家等待已久的这只以色列靴子终于落下了。根据天空新闻的阿拉伯语电视台报道说，伊朗的核基地伊斯法罕发生了3次大爆炸。这个伊斯法罕是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450公里，深入伊朗腹地的城市。这个城市意义非凡，它是伊朗重要的核技术研究中心所在地，目前正运行着中共提供的微型中子源反应堆，而且这个地方还负责处理和提炼铀矿石，制造核能源和核武器的最关键材料。为了保护这些重要的核设施，伊朗在伊斯法罕周边部署了空军基地和一系列防空雷达系统。但是让世界吃瓜群众一头雾水的是，以色列落下的这只靴子不但没有如一些人担心的把中东这个楼板给砸个洞，反倒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跟靴子没落下来一样。伊朗和以色列都摆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无辜表情。有好事的记者特意跑去询问伊朗当局，喂，好像以色列打了你们了呀，我们都好像听到以色列的巴掌打到你脸上的噼啪声了呀。伊朗官员义正言辞地回应说，一派胡言，我们伟大的伊朗一切正常，我不知道你听到的到底是什么，就是真的有什么动静，也不过是我们成功右手阻挡以色列的巴掌而发出的胜利的声音。于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这些媒体又去问以色列，喂，听说你们用巴掌扇了伊朗的脸，有这事儿吗？以色列官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无可奉告。因此一切迹象显示，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在努力给这次冲突降温，双方都在确保两国之间的互扇耳光活动到此为止，不会升级为更大范围的械斗。那么在那个风高月黑的4月18日晚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根据我从网上多个渠道收集的信息，以色列的回击经过深思熟虑，非常精巧。但是也因为以色列的这次行动，以色列向伊朗暴露了他一项顶级军事能力，因此让中东未来进入更加难以预测的危险境地。在过去一周，美国拜登政府使出了各种手段给中东冲突降温。表面上，美国联合其他主流国家大声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并祭出新一轮对伊朗的样子货制裁。这其实是在给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找一个无害的出气口。同时私下里呢，拜登政府持续给以色列政府施压，让以色列在回击伊朗时一定不要出手过重。因此以色列的战时内阁在过去一周每天开会，激烈讨论以色列回击伊朗的方式和力度。战时内阁中对伊朗的强硬派和不希望惹怒拜登政府的怕美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双方达成的共识就是4月18日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采用的打击方式让伊朗绝对无力抵抗和反击，同时以色列精准打击的目标不会让伊朗伤筋动骨，但却能给伊朗造成足够的威慑作用。具体来说，以色列在这次打击中很可能启动了 F-15 战斗机，从
伊朗境外很远的空中发射了3枚远程精准导弹，攻击目标是伊斯法罕周边的军事基地和雷达站。目前各方消息显示，以色列发射的3枚导弹都精准击中了预定的目标，伊斯法罕周边的防空基地已经被摧毁。以色列选择攻击伊斯法罕周边的军事基地和雷达站，而不是直接攻击伊斯法罕的核能设施，就是在回避激怒伊朗的情况下，给伊朗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既然我能够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你的牙拔下来，我要取你的手机应该也是如囊中取物一般，易如反掌。4月18日，以色列 F-15战机很可能是从叙利亚、约旦等国的上空对伊朗发射的导弹。做出这个结论的一个原因是，在伊朗被以色列攻击前不久，以色列空军突然对叙利亚南部的一系列雷达和防空站进行了打击。有情报显示，这些位于叙利亚的雷达和防空站其实是伊朗安插在以色列身边的眼睛和爪子，他们对以色列回击伊朗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攻击这些雷达和防空站，就是以色列在为自己回击做准备，在清除自己身边会影响自己回击伊朗的因素。叙利亚和约旦的上空距离伊斯法罕有800公里，从这么远的距离对伊朗发射导弹的好处是，这不但让伊朗无力攻击这些以色列战斗机，同时也增加了伊朗防空系统击落以色列导弹的难度。以色列能从这么远的距离实施准确打击，虽然彰显了以军的实力，但也暴露了以色列以前没有展现的新的秘密作战能力。4月19日，在伊拉克中部发现了怀疑是以色列发射的导弹的第一级助推器的部件。这进一步证实了以色列的 F-15战机对伊朗发射是一种射程至少有800公里的精准导弹。在过去10年，以色列秘密研发了银麻雀、蓝麻雀和黑麻雀这3种高性能的精准弹道导弹。专家分析，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攻击的导弹很可能是一种基于蓝麻雀导弹的秘密改进版。那么过去几周，在以色列和伊朗互扇耳刮的这场比赛中，到底谁是最后的赢家呢？有人说伊朗是赢家。在2020年以前，以色列曾经多次深入伊朗本土，轰炸了伊朗的核目标，那时伊朗都不敢吭声的。而这次，伊朗第一次敢从自己的本土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性武器，而且一发就是300多件攻击性武器。虽然99%都被拦截住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伊朗这次是越过了一条以前他不敢越过的红线，而且伊朗的攻击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资源消耗很大。为销毁一架价值几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以色列和美国可能要消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伊朗这次敢于迈过红线，却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的惩罚，这让伊朗未来在中东会更加大胆和肆无忌惮。但也有人说，伊朗其实是这次冲突的输家。伊朗的真实攻击能力和以色列相比，再次成为世界笑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00多件各类攻击性武器，只有7个弹道导弹突破以色列和盟军的防空系统，落入以色列境内。但是就是这幸存的7个导弹，也没有任何一个击中任何有价值的战略目标。伊朗其他300多枚攻击性武器，要么是被以色列和其他盟军击落，要么是根本就没有发射成功，要么是在半途中就从空中掉下来了。而以色列这边发射3枚导弹，3枚都击中目标，直接摧毁了伊朗用来保护它关键核设施的防空系统。当然，伊朗应该也清楚自己这次斗胆迈过红线后的表现。有人推测，伊朗经过这次丢人现眼后，可能会意识到，真正要对以色列和美国形成阻吓能力，准备一大堆3流导弹可能还不保险，最后还得像北朝鲜那样拥有核武器才算数。
因此，这个事件可能会推动伊朗未来更积极地发展它的核武器能力。这样看来，不管谁是此次的赢家，中东未来都会变得更加危险。这个现实已经形成。无论如何，世界此时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聊谁赢谁输，这本身似乎就已经是值得庆幸的了。4月1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标题是以色列和伊朗从战争的边缘走回来。显然，世界在过去一周真的是捏了一把汗。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没有能透视未来的宿命通功能。每次我能碰巧成功预测一些世界大事的发生和走向，我知道其中有很多幸运的成分。同时，我也试图用我是否能比较准确地推测未来，来检验我获得相关信息是否基本真实。当今世界表面看信息爆炸，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我们立刻就可以知道。但与此同时，真相，全面的真相，却又在当今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中，变成了非常难以捕获的珍宝。太多的人、机构、社交平台、媒体和政府，他们努力在做的不是给你提供真相，而是在努力塑造你的认知。而且每个人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特性，人对每个新事物会最快速产生一个个人的观点，甚至是强力的情绪，然后人就会不由自主的去专门寻找和消费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先入为主的情绪的那个消息。我这里不是在说某一群人，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人性的特点，或者说是人性的弱点。我本人就经常会被这种人性的弱点所左右而浑然不知。有时我发现我很难和一些人交流，关键原因不是我们智力上有什么差异，更多是因为我们脑中对同一个事物存储的信息相差108000里，以至于我们都没法找到一个能展开讨论的共识基点。我知道有些人怀疑这世间有没有绝对的真相，一些我在中国的熟人甚至会和我讨论，了解真相到底有什么价值，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活到我这个年纪的很多人都应该能体会到一点，一个人的命运最终是由这个人的认知能力决定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能获得某些事物比较真实和全面的信息，那么我对这个事物的判断、把握和预测就会比较准确。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会用我是否能比较准确推测某个事件的未来来检验我在这方面的信息是否基本属实。过去一周，除了以色列和伊朗从战争的边缘走回来，对乌克兰来说，黑暗一片的乌克兰战局也终于露出了几缕希望的曙光。华尔街日报4月19日发布了一篇报道，说乌克兰宣布成功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超音速轰炸机。乌克兰军方表示，在4月19日周五夜间，乌克兰利用他们改进的苏联时代的 S-200 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一架图22俄罗斯超音速轰炸机。这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2年多来，乌克兰首次在俄军轰炸机执行战斗任务时摧毁了这种战略轰炸机。2023年8月，乌克兰也曾经摧毁了3架图22飞机，但是那次是乌克兰的一个突击队在这些轰炸机停在俄罗斯领土内的一个军用机场上时，用无人机给摧毁的。俄罗斯一方对于乌克兰用导弹打下他们的轰炸机的说法坚决否认。俄国防部的说法是，这架飞机在完成战斗任务后，在返回基地的途中因技术故障而坠毁。俄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这架飞机在尾部着火的情况下急速旋转，然后坠毁。网上怀疑乌克兰说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的轰炸机是在距离乌克兰前线约400英里的地方坠毁的，而乌克兰绝对不可能有导弹能够把那么远的轰炸机给打下来。乌克兰军方对此发表视频解释说，这架轰炸机是在距离前线300多公里处被乌克兰导弹击中，然后在它飞往斯塔夫罗波尔后坠毁的。如果乌克兰真的能用老式的改进的苏联导弹
把这个轰炸机从300多公里外的高空给打下来，这将对整个乌克兰战争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俄军的图22轰炸机是一种远程战略轰炸机，它能够以超音速飞行，突破地面的防空网和空中拦截，能够对欧洲各地的战略目标投掷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各种攻击性武器。图22轰炸机从1976年开始在苏联服役，到1993年停产，前苏联17年共生产了500架。苏联解体后，由于维修复杂和俄国经济困难，大量图22轰炸机被废弃。现在俄罗斯军队只有大约100架图22还在服役。目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俄国每天都能利用这种战略轰炸机，在足够靠近乌克兰前线，但又不进入俄军以前认为的乌克兰防空系统射程的距离，利用轰炸机上搭载的强大制导炸弹，对乌克兰的前线各种防御设施实施狂轰滥炸。现在，如果乌克兰真的能用改进的老式 S-200防空系统来压制俄军在前线附近使用战略轰炸机的能力，这将极大地改变乌克兰战场的态势。令乌克兰更加振奋的另一个消息是，4月20日下午，美国众议院以311支持对112票反对，通过了一项6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法案。这600亿中有140亿美元是直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五角大楼将利用这笔钱，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为乌克兰军方购买武器、提供训练等。另外，法案中还有95亿美元的可免还贷款，将用于资助乌克兰政府，帮助乌克兰重建被俄军炸毁的能源和基础设施。今年2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对乌克兰的援助方案中，这笔钱是美国给乌克兰的直接捐款，而不是贷款。把无偿捐款变成贷款，这个改变是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约翰逊和川普会晤后，川普要求改的。而这600亿的最大头，有超过300亿美元的资金是对乌克兰的间接支持。例如，其中一部分资金将用于补充美国因支持乌克兰而消耗的武器库存，其他资金将用于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以对抗俄罗斯等。有人可能会奇怪，既然将近3/4的众议员都支持对乌克兰这个援助法案，为什么这个法案2月份在参议院通过后，在众议院拖了2个多月才通过？表面原因是，此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一直不愿意把这个法案提交到众议院投票，直到最近他才突然改变了主意。而且投票时只有47%的共和党众议员表示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同时有100%的民主党众议员表示支持这个法案，也就是这个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的法案，最后却是在民主党议员的全力支持下通过的。这也是目前美国两党水火不容大背景下的一个奇葩现象。那么是什么让约翰逊突然改变了想法了呢？我分析可能有2个因素对约翰逊影响很大。首先是川普，约翰逊是川普的忠实支持者，据说约翰逊就这个议案特意征求了川普的意见。虽然两人讨论的细节没有公布，但显然川普只是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要求更改了这个议案的一个条款，而没有强烈反对整个议案。而引发约翰逊思想转变的第2个因素来自网上流传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约翰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几天前乌克兰派出了一个特殊的代表团来到华盛顿特区，在这个乌克兰代表团中有一个叫盖达尔兹的来自乌克兰奥德萨市的男子。3月2日，盖达尔兹的妻子和他4个月大的儿子在俄军对奥德萨的轰炸中被炸死了。盖达尔兹本人也和约翰逊一样，是一名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美方接待人员为盖达尔兹和约翰逊专门安排了一次私人会面。虽然我们不知道双方会面具体谈了什么，但是显然这次私人会面对约翰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后不久，约翰逊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谴责俄罗斯，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也许在未来的历史大事中，不会有人特意记载他们两人的这次私人会面，但是这个历史上不起眼的小事，却真的可能起到了改变乌克兰国家历史轨迹的作用。回看人类历史，我们时不时就会看到类似的情况，一些看似随意的小事，却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能影响历史的轨迹。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体现。可能会有人说，约翰逊拖的这2个月，让乌克兰人在战场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几乎把乌克兰整个国家都逼到了绝望的边缘。现在约翰逊念头一转，一切就又不是个事儿了。乌克兰吃的这些苦真是不值呀！其实如此大的事情，这世间哪可能是偶然的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眼看着乌克兰军队因为弹药不足而不得不被动挨打，伤亡惨重。乌克兰因为防空导弹几乎耗尽，关键基础设施被俄军大量摧毁，整个乌克兰社会面临失序的危机。当时在美国援助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泽连斯基在一次采访中不得不悲伤地承认，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几乎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俄罗斯这样的强敌。他的这个说法和他此前坚持一定要把乌克兰全境，包括克里米亚半岛都要从俄罗斯手中夺回来的豪情壮志，已经是何等的不同了。我在上期节目中详细分析了北约和拜登政府其实已经开始谋划如何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走向谈判桌的这个方案了。从本质上讲，他们的想法和川普过去大嘴说出来的暗示的有关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思路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美国今年选出的下一任总统是川普还是拜登，泽连斯基和其他乌克兰官员都有了这样的反思和认知，这其实就是在为美国下届总统正式出面调停乌克兰战争，帮助双方进入谈判状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认知基础。从这点看，乌克兰过去2个月在绝望中的煎熬，又何尝不是某种安排呢？因为失去了美国的援助，在2024年前面这几个月，乌克兰战场的天平稍微向俄罗斯一边倾斜了。现在乌克兰人重新看到了希望，虽然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法案还需要走一个法律过程，而且从美国的援助资金转变为乌克兰军人手中的弹药，这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是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最大障碍毕竟已经被除掉了，这个消息本身就会给乌克兰带来久违的希望，会极大的鼓舞乌克兰士兵的士气。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正处于绞肉机的状态，目前双方拼的就是意志，而意志通常是需要希望来支撑的。对俄罗斯人来说，美国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议案无疑是个噩梦。他们目前和乌克兰炮弹发射的比例是10:1，在这样的火力优势下，乌克兰军人靠着他们的机智和顽强，依然让俄军在前线为每一米的推进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乌克兰利用改进的老式苏联防空系统，居然远距离击落了俄罗斯最先进的轰炸机，这就是乌军机智顽强的表现。网上还有这个视频，为了攻下顿涅茨克州一个原本只有1000居民的小村庄，俄军调用了近3万的装甲部队发动进攻。而乌克兰这边，特别是乌克兰的第79空中突击旅，则是利用无人机等各种武器死守。目前双方已经苦战了6个月，俄军已经被79空中突击旅击毁了314台战车、坦克等军事装备。现在双方还在苦战僵持中。在这种情况下，俄军现在得知美国将会进一步支持乌克兰，而乌克兰未来将得到大量美国先进的武器和装备，这对俄军信心的打击将会非常大。因此，战争的天平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开始往乌克兰这边回摆。
但是战争天平这样的小幅度摆动和让一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还完全是两回事。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笔140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能够解决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保证乌克兰能挺到今年年底，但是要真正对乌克兰战争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可能还得等到今年11月美国选出新总统后才可能逐步明朗起来。其实4月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包括4个部分，对乌克兰的援助只是其中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是一个面向以色列战争的26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其中有40亿美元是给以色列购买铁穹和大卫弹弓导弹防御系统的，而同时另有90亿美元是对加沙居民等群体的人道主义援助。像美国这样的给一边提供武器援助，同时给另一边提供人道援助的操作，在人类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奇葩了。第三部分是拨款80亿美元支持台湾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这部分资金将用于加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军事力量，同时也可用于加强美国潜艇工业基地。第四部分有多项内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强制出售 TikTok 的条款。此前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要求 TikTok 控股公司中国的字节跳动在未来6个月内出售 TikTok， 新议案把这个期限延长到了1年。这第三和第四部分明显是直接针对中共设立的，后面这3部分议案在众议院的争议很小，基本都是以7:1的支持对反对的比例高票通过。随后众议院会把这4部分打包成一个法案，交给参议院投票，参议院表示会尽快投票批准，而拜登也表示，一旦这个法案送交到他面前，他一定会签署。最近这段日子 TikTok 使出全身解数来阻止美国国会出台要求他强制出售的法案，没想到现在被裹在了和世界几大战争相关的法案中，面临着无悬念被通过的命运。也许有人会为 TikTok 喊冤，说他在美国被美国国会给霸凌了，但是和 TikTok 这个话题被媒体广泛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过去1周，中共私下命令苹果公司从它面对中国用户的平台上取消 WhatsApp 和 Threads 等美国社交平台公司的软件。对于出台这样的命令，中共不需要对美国企业和中国用户做出任何的解释，而中共对苹果发出的这个命令，表面看上去风轻云淡，实质上它正是美国未来可能对 TikTok 处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可能性。对此，因为这在中共国没有任何争议，世界媒体也就极少关注了。当今世界就这么奇怪，如果一个政府一贯作恶，人们就会习惯和接受他的任意作恶，他的作恶似乎也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合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